他终于可以放心去陪纪南希了。他笑了笑，举起了剑横在自己脖子上。安南，我来了。王爷！然而为时已晚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萧景祺，他的脖子已经出现了血痕。就在这瞬间，临近黄昏的天空骤然变得明亮，一道光直接射在萧景祺手中的剑上，剑当即掉落在地上。萧景祺顾不得脖子上的疼痛，跟随众人的目光望向天空，只见半空之中立着一女子，容色倾城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，身上散发着光。嘉圣帝是最先认出此女子来的，此女子他曾在幻境外面的黑暗里面见过一次。天神，安南，娘亲，是我娘亲回来了。纪南希脚下的光斜着往下，直接接到地面，他踩着光缓缓而下。他来到嘉圣帝面前，皇上，臣回来了。你是天神还是安国公主？在皇上面前，臣永远都是安国公主。嘉圣帝一听就知道他曾经看见的天神和眼前的纪南希是同一个人，若纪南希只是凡人，又怎能死而复生呢？纪南希来到萧景祺面前，看着他脖子上的血痕，满眼心疼。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，萧景祺迅速上前将他拥入怀中。安南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回来了吗？是我回来了。萧景祺的下巴抵在纪南希的肩上，他一手抱着她的腰，另一只手摸着她的头发，闭着眼睛闻着她身上的味道。这一刻他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纪南希的存在。娘亲，萧景祺放开纪南希，纪南希蹲下身来，将小圆圆抱在怀里。娘亲在。娘亲，我很想你。小圆圆见到纪南希，终于忍不住委屈和悲伤，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，不停地往下掉。娘亲知道，娘亲也想圆圆，小圆圆长大了，很勇敢，真棒。其他人见状又高兴又难受。小圆圆懂事地放开纪南希，她知道纪南希还要和其他人说话。她的其余徒弟全部围拢过来，跪在她面前，红着眼眶，带着笑容。恭迎师父回来！都起来！这一次和六国作战，你们各司其职，都做得非常好，师父以你们为荣。谢谢师父。众人和纪南希说了会儿话以后就离开了，他们将时间和空间留给纪南希和他的家人。一定很疼吧？不疼，一点儿也不疼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们还能活着见面。我也是。安南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纪南希想了想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萧景祺。纪南希杀了楚天渊以后，他自己也消失了。他以为他也死了，其实他并没有死，消失的只是他的身体。他的身体消失，唤醒了万物之主，万物之主再一次赋予他生命，他重生归来，从此他就是万物之主纪南希。安南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在我这里，你永远都只是我的爱人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永远不分开。第二天，纪南希和萧景祺进宫面见嘉圣帝。安国公主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皇上，就是您之前看到的天神救了臣。纪南希如实说，他将经过大致讲了一遍，只是嘉圣帝知道的只是他该知道的东西。安国公主，如今天下局势，你有何看法？问。嘉圣帝不是很明白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皇上，臣希望九州能太平，所以我们不主动攻打其他国家，但如果有人主动打我们，我们也绝不手软。大齐之内，内忧依旧存在。嘉圣帝同意纪南希的观点，他不是好战的帝王，只是他不知道纪南希说的内忧是指什么。如今内忧为何？皇上，如今大齐的老百姓贫富差距太大。嘉圣帝一直知道纪南希的思维新奇，纪南希的话他有些听不懂。纪南希又给他解释了一遍，他眼睛一亮。安国公主准备如何做呀？缩小贫富差距，帮助特别贫困的百姓。好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做。是，皇上。说完了国家大事，便是人生大事。你们二人的婚期被耽搁了，朕让礼部重新择一个良辰吉日，让你们成亲。是，皇上。最后礼部定下来的日子是7月初7，正好这一天又是乞巧节，纪南希和萧景祺这一对有情人终于成眷属了。在众人翘首以盼中，7月初7到来了。婉贵妃和兰竹牵着纪南希出了殿门，萧景祺站在那里，嘴角带笑。安南，我来娶你了。好。
萧景琦牵着纪南希的手拜别嘉圣帝。秦王，安国公主如同朕的女儿，今后她若是受半分委屈，朕唯你是问。是，皇上，臣会用生命爱护安南，只要臣活着，就绝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好，高权把朕给安国公主的嫁妆抬出来。是，皇上。随着嘉圣帝一声令下，从里间走出来10多个内侍，每人手上都端着一个托盘，每个托盘里面都放着嫁妆，有名贵锦绸、金砖、宝石、书画、玉。嘉圣帝这是搬空了半个国库啊！嘉圣帝对他这般盛宠也是前所未见。就算是嘉圣帝亲生的公主出嫁，他也未必舍得拿出这么丰厚的嫁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有自己的小家了，但是有了小家也不能忘了大家。朕希望你们夫妻2人携手并进，共同守护大齐平安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送安国公主出嫁。拜别嘉圣帝，萧景琦继续牵着纪南希的手朝宫门口而去。此时董尚书府，岳父岳母，谢谢你们把长歌嫁给我为妻，从今以后我会竭尽全力给长歌幸福。董虔诚对顾一峰满意得很，他点点头，满脸欣慰。好，你们好好过日子，有空常回来看看。董长歌听到董夫人语气里的不舍，心里又开始难过了。顾一峰牵着他的手，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，于是连忙握紧他的手，并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敲着他的手背，以示安慰。岳父岳母，我们走了。董虔诚夫妇点头。顾一峰牵着董长歌上了花轿，恰好此时纪南希的花轿到了。原本董长歌和顾一峰商定的就是让纪南希和萧景琦走前面，毕竟纪南希和萧景琦身份更尊贵。你们先走。一起。安南说，我们同一天成亲，是缘分，不分先后，并肩而行。顾一峰瞬间明白，纪南希这是在替他和董长歌考虑。他可是听说了京城百姓自发组织夹道相迎，给纪南希和萧景琦送祝福，如此盛况他闻所未闻。我们一起走，到国公府门口再分开。顾一峰听到此处，对纪南希感激又感动。他们在国公府门口分开以后，他和董长歌进府了，但纪南希和萧景琦还要走一段距离才能到秦王府。他明白纪南希这是绕道，要陪着他和董长歌。多谢小希。走吧，别耽误了吉时。顾一峰听到纪南希的话，上了马，和萧景琦并肩而行。纪南希的花轿和董长歌的花轿并排而行。到了秦王府，萧景琦牵起纪南希的手，带着她出了花轿。安南，几年前因为我的错造成了你离开王府，以至于我们错过了那么多年。今天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重新迎娶你。我要将你堂堂正正地抱进王府，从此以后你就是王府的女主人，我萧景琦永不负你。当年之事不完全怪你，一切因我而起，是我应该谢谢你从未放弃我。从今以后，你若不离，我便不弃。当年的事是楚天渊为了称霸九州，他要对付纪南希，这才利用洛心、萧景华去对付萧景琦。而楚天渊的宿敌是纪南希，如果真正要追究对错的根源，还是纪南希连累了萧景琦。二人十指相扣，所有的恩爱都心照不宣。安南，我按照你们那个世界的婚礼殿堂布置了婚礼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之前纪南希向萧景琦坦白自己的身世的时候，萧景琦就问了纪南希关于23世纪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。好啊，可是不能接喜帕，我看不见。有我在，不用接喜帕，我也能让你看见。就在纪南希好奇萧景琦用的是什么办法的时候，突然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。你靠在我身上，透过缝隙就能看见婚礼现场了。萧景琦抱着纪南希缓缓前行，纪南希靠在萧景琦怀里，听着他的心跳，目之所及皆是欣喜。他一直抱着纪南希走到拜堂的地方，才把他放下来。王爷，将来无论贫穷与富贵，健康与疾病，您都愿意一直陪着安国公主吗？当然愿意。公主，将来无论贫穷与富贵，健康与疾病，您都愿意一直陪着王爷吗？我愿意。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
与此同时，萧景琦掀开了他头上的喜帕，他将戒指戴在纪南希的无名指上，纪南希也给他戴上了戒指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随着司礼喊完，纪南希和萧景琦进了婚房。一走进婚房，纪南希眼前一亮，他闻到了扑鼻而来的玫瑰花香，桌上摆放着他喜欢的摆件，床上用玫瑰花瓣铺了一个心形。安南，可喜欢？喜欢，一切都是我想要的。安南，我们终于成亲了。萧景琦将纪南希揽入怀里，亲了亲她的额头。纪南希莞尔一笑：“你出去陪客人吧。”我就想像这样一直抱着你，永远不分开。那可能不行。为何？别人会骂我是祸水，说我霸着他们的战神不松手。你不是祸水，是我心甘情愿沦陷的。心甘情愿沦陷的不止你。二人深情凝望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萧景琦才出去陪客人。他走后不久，纪南希的屋里瞬间就来了很多人。娘亲，嫂嫂，公主。白小鱼抱着他和谢云初的儿子紧随其后。公主，王爷担心您饿了，让您先吃些糕点垫垫肚子。兰竹端着糕点走在最后，他将糕点端到纪南希面前。你们都来了，快坐。嫂嫂，我哥对你可真好，怕你饿着，就让兰竹送糕点过来，担心你无聊呢，就让我们来陪你说话，真是时刻都把你放在心尖上。是不是想赶紧找个郎君了？我没有，嫂嫂笑话我。众人都乐了，屋里一片欢声笑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众人见纪南希有些累了，就起身告辞，让他好生休息。众人才走不久，秦风就扶着醉醺醺的萧景琦进屋来了。王爷喝了多少酒，醉得这么厉害？王爷今天高兴，喝了不少。去让厨房准备醒酒汤来。是，王妃。秦风领命而去，还贴心地把门关上。纪南希见萧景琦满脸通红，就准备给他把喜服脱掉，哪知他的手才碰到萧景琦的腰带，萧景琦突然睁开了双眼。安南，你装醉？我不装醉，估计得深夜才能陪你了。我怕你一个人孤单，想早些回来陪你。你连秦风也瞒着？演戏嘛，自然要演得逼真一些。萧景琦痴痴地望着纪南希，伸手摸着她的脸颊。安南，你今天好美啊。你的意思，我只有今天才美？哪有，我的娘子天天都是美的，今天尤其美。我们还有正事没做呢。萧景琦突然坐起来，走到桌边，倒了2杯酒。合卺酒。安南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萧景琦的妻子了。是的，夫君。二人相视一笑，几杯相交，一饮而尽。屋里喝完合卺酒的纪南希和萧景琦携手并肩坐在床边，二人除了上一次成亲那一夜，再无亲密行为。安南，夜深了，你累不累？有点。那我们歇歇吧。好。此时萧景琦灭了灯，缓缓吻上了纪南希的唇。他把这些年对纪南希的爱和思念倾诉给纪南希的寸寸肌肤，纪南希毫无保留。夜更深了，定国公府，顾一峰还在和裴牧之喝酒。裴牧之先在秦王府喝了纪南希和萧景琦的喜酒，然后才去的定国公府。裴兄，你心里有没有求而不得的人？没有。裴兄，你是和尚吗？还是你喜欢的是男人？此生一心忠君报国，未思其他。裴兄，一听你这话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藏着一个人。爱情呀，终究还是两情相悦，一厢情愿那不叫爱情，那叫自作多情。裴牧之看了一眼顾一峰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喝着酒。等你有一天遇到一个你爱他，他也爱你的姑娘时，你就明白，爱情原来如此美妙。我不需要明白，你已经成亲了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有些人注定只能做朋友。你以为我还惦记你师傅呀？那你这么晚还拉着我喝酒作甚？今天是你和董小姐的新婚之夜，你该回去了。对，该回去了。我拉着你喝酒是因为我高兴呀。你师傅得到了他想要的幸福，我替他高兴，我也有了我自己的生活。还有就是和你们告别，和过去告别。裴兄，自从你做了丞相，我做大了生意，我们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好生吃一顿饭了？听到顾一峰这么问，裴牧之认真想了想，他们的确很久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。裴牧之明白为什么顾一峰一直拉着他喝酒了。
顾一峰曾经爱慕纪南希深入骨髓，可今日他和纪南希却各自成家，回不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感情，更是他们的青春年少。顾一峰看似放荡不羁，实则心思很细腻，他高兴又伤感。可是平时他们都太忙了，连坐下来好生喝一杯的时间都没有。今日他大婚，正好他和裴慕之都有空，于是就拉着裴慕之畅饮，伤感罢了。我们都要长大，终究都是要和过去告别的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好了，裴兄，感谢你今天来参加我和成哥的婚礼，我失陪了，我得去陪我的娘子了。好，新婚快乐。顾一峰摇摇晃晃地离开，裴慕之独自灌了一坛子酒，回到裴府以后倒头就睡。这是裴慕之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喝醉。顾一峰回到婚房，屋里亮着灯，董长歌还在等着他。娘子，我在。董长歌闻言满心甜蜜，可看到顾一峰的醉态，他满眼心疼，连忙起身就要来搀扶顾一峰。娘子，你别动。怎么了？娘子，一直都是你向我靠近，现在你站在那里别动，换我主动。顾一峰走得很慢，却走得很稳，他脸上带着笑，褪去了曾经的放荡不羁和肆意，变得稳重。娘子，你有没有生我的气？我和裴兄喝酒喝得太晚。我没有生气，我知道你今天高兴，裴大人是你的好兄弟，你肯定会和他多喝几杯。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的这么早。见到如此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的董长歌，顾一峰心都要融化了。娘子，幸好遇见你了，是你让我体会到被人爱有多幸福。娘子，谢谢你。董长歌哪里听的这些话，直接被感动哭了。怎么了，娘子？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你别哭好不好？我做错了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。你一哭，我心都碎了。谁让你说那么好听的话，把人家感动哭了。傻姑娘，你喜欢听呀？那我以后天天说给你听，可好呀？那岂不成油嘴滑舌了？油嘴滑舌也是你的夫君呀，你可不能嫌弃我。我以后每天变着花样给你说，一直说到老，好不好啊？好。油嘴滑舌也是你的夫君呀，你可不能嫌弃我。我以后每天变着花样给你说，一直说到老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董长歌模样乖巧，他闻到了顾一峰身上浓烈的酒味儿。我去叫珠儿给你端醒酒汤来。不用。为何？顾一峰一把抱住董长歌的腿，将他举高高，放到桌上坐着。接着他把头埋在他的面前，深深地闻着他身上的味道。董长歌浑身都僵直了。娘子，让我沉醉的不是酒，而是你呀。你说醒酒汤怎么会对我有用呀？暖黄的灯光打在董长歌的脸上，让他美得令人窒息。娘子，夜深了，我们歇了吧。董长歌闻言，感觉到顾一峰放在他腰间的手变得滚烫，他看着顾一峰炽热的眼神，忍不住点了点头。顾一峰微微一笑，亲了亲他的嘴角，然后将他拦腰抱起来，轻轻放在床上。董长歌咬着唇，脸都红透了。顾一峰看痴了。娘子，你好美啊。可是我会老的，老了就不好看了。老了也好看，我的娘子老了也是个老美人。顾一峰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俯身贴上了董长歌的唇，一手撑着身体不让自己压着董长歌，另外一只手也没有闲着，摸到该摸的地方。娘子，放松。灯熄灭，人未眠，今夜定国公府和秦王府注定都是不眠之夜。第二日，董长歌很早就醒了，他轻轻拿开顾一峰放在他身上的手，正要起床，可是浑身上下疼得不可开交。娘子，怎么醒了？要快点起床，今天早上要给爹娘敬茶。不急，再睡会儿。顾一峰看着董长歌鼻尖上的冷汗，贴心地问：你怎么出汗了？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有生病，就是后面的话有些难以启齿。就是怎么了？董长歌气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他将锦被使劲往上拉，盖住头，瓮声瓮气地说：就是疼。娘子，抱歉，我弄疼你了，下次我一定轻点儿。说好的一次，结果6次，他哪里承受得了？骗子！我错了，以后呀减少次数，每晚3次。董长歌闻言，立即又要抡起拳头打他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不用起那么早，国公府没有这么多规矩，
爹娘很好说话的，你放轻松一些啊。如果你实在担心，我陪着你一起睡，到时候就说我睡过头了，我贪睡。董长歌现在是想起也起不来，既然顾一峰都这么说了，索性就再睡一会儿吧。他往顾一峰怀里钻了钻，夫君，我好喜欢你啊！我爱你，董长歌。二人情深相拥，又坠入了梦乡。亲王府，纪南希忍着痛起了床。你怎么起来了？再睡一会儿。娘说让你多睡一会儿，等你睡饱了再去敬茶都可以。你跟娘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有说，是娘吩咐下人过来传话的。完了，这下整个王府都知道了。兰竹呢？我要赶紧洗漱，不能让大家知道他昨晚和萧景琦太累了。今天不用拦住，我来给你洗脸梳头。你这样会把我宠坏的。不怕，宠坏了也是我的王妃。如今天下太平，我的任务就是好好疼你和女儿。天下太平啊，还早呢。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活着的消息就会传开了，九州局势还会变动。身居其位就得谋其职，纪南希这九州联盟的盟主不是空名，往后九州安危都系在他身上。这些事先放一放，今天新婚过后第一天，我们好好放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等纪南希穿好衣裳，萧景琦给她梳妆，二人并肩而行，去前厅给太妃敬茶。太妃见到纪南希红彤彤的脸，甚是满意，看来不久以后她又要抱孙子了。娘好好，我总算是等到了。兰竹端来茶水，纪南希接过茶水，正准备要跪下敬茶，地上凉，别跪。是娘，喝茶。太妃接过茶杯，浅浅喝了一口，给了纪南希一个大大的红包，看到后头估计得有上千的银票。太妃对她真是疼爱的不得了。1个月以后，纪南希平安归来的消息传遍了九州，平静了1个月的九州再一次躁动起来。9月初1，大启京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是林白带来的。弟子拜见师父。师父，这是宋国丞相，他此次来京城是为请求我们援助，出兵帮他们击退齐国和北上的围攻。这宋国人正是安佑志，九州联盟的副盟主。安佑志见过盟主。宋国被北商和齐国围攻，纪南希早就收到了消息。林白镇守的城池恰好就是大启和宋国的接壤之地。之所以是林白带着安佑志进京，是因为如此一来不用通关录引，会节约很多时间。宋国和大启接壤，一旦北商和齐国瓜分了宋国，这样对大启也是不利的。安副盟主，我记得前不久宋国还在攻打大启，现在转过头来又向大启求救，怎么当我大启好欺负？安佑志没有得到纪南希的同意，一直保持那行礼的姿势不变。此时听到纪南希如此说话，便直接跪了下去。盟主，之前宋国参与6国斩神之战，那是逼不得已，另有隐情。我们皇上一共有5个儿子，如今5个皇子都已成年，他们分成了5个派别，争夺那唯一的位置。5个皇子中，实力最强的是2皇子和5皇子。2皇子好战，5皇子仁德，喜好安稳。之前宋国参与6国斩神之战，5皇子是极力反对的，但最后没有争得过2皇子，宋国还是参战了。盟主，我们皇上年事已高，如今朝中做主的大多数是2皇子的人，之前一战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我身为副盟主，我的想法和盟主的一样，维护九州和平。当初我是极力反对参战的，为此我还被2皇子囚禁了。后来啊，宋国战败，皇上斥责了2皇子，我才被放出来的。纪南希听了安佑志的解释，和他掌握的消息差不多。安佑志没有欺骗他，所以如今你们宋国陷入了危难，你们的皇帝就派你来求情了。是，盟主，您曾经说过，守护九州和平是您的职责，我相信您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再则，北商和齐国攻打宋国的真正目的，想必您也是清楚的。宋国只是他们的跳板，他们真正目标是大启。只要宋国一灭，大启就危险了。安佑志果然是个聪明人，他这九州联盟的副盟主不是徒有虚名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盟主当然不会怕，甚至大齐也不怕。但是如果北商和齐国占领了宋国，
那大齐和宋国的接壤必然不得安宁。盟主，您当初为何要争取这个盟主之位？不就是为了九州安宁，更为了大齐安宁，百姓安居乐业？那你是真想错了。齐国和北商可以攻打宋国，我为何不能攻打宋国？安有志一时语塞，他感觉自己的脖子像是被纪南希卡住了一般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齐国、北商、大齐三国围攻宋国，宋国必然覆灭。而且依照如今大齐的实力，齐国和北商能够讨到多少便宜？安有志脸色大变，他怔怔地望着纪南希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如果真如纪南希所说，那最后得利的一定是大齐。大齐如今已经灭了秦国，再加上宋国，大齐就是九州霸主了。纪南希当然没有攻打宋国，甚至瓜分宋国的心，他只是为了打压安有志的气势。安抚盟主，大齐可以帮宋国，但是不是因为惧怕齐国和北商。齐国和北商当初联合攻打大齐，他们就是手下败将，如今他们依然是手下败将。纪南希语气又冷又狠，安有志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是，盟主说的对，是我说错了话。走吧，我带你进宫见我们皇上。至于帮不帮你们，由我们皇上说了算。多谢盟主。纪南希带着安有志在御书房见到了嘉圣帝。朕如果答应出兵，你们能给大齐带来什么呀？到了此刻，安有志才发现纪南希和嘉圣帝给他设了一个局。纪南希是嘉圣帝的心腹，他和嘉圣帝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将了他一军。皇上，只要您能出兵帮宋国渡过这一难关，宋国愿意俯首称臣，每年向大齐上贡，听候大齐调遣。嘉圣帝闻言看向纪南希，纪南希回了嘉圣帝一个肯定的眼神。朕同意。皇上，臣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这一次大齐出兵，臣希望领兵之人是安国公主。嘉圣帝没有立刻同意，而是看向纪南希。皇上，臣同意。正好他要去收拾上官荣进和南宫莫景。朕同意。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双方签订协议以后，嘉圣帝命令纪南希带20万兵力支援宋国，明日启程。半个月以后，纪南希收到了都城传来的信，同时西城来了2个人。见到这2人，纪南希才明白，杀了一个楚天渊，九州还有张天渊、李天渊。来西城的是安有志口中的2皇子和5皇子。此时纪南希和这2个皇子众将领正在商量下一步的夺城计划。我认为擒贼先擒王，先攻打贺城，擒住上官荣进跟南宫莫景，只要抓住他们2个，再收复后面的城池就轻而易举了。南宫莫景和上官荣进在贺城，贺城守备肯定很严，难以攻破。我认为应该先打平城。我支持盟主。我也支持盟主。南宫莫景只有盟主能对付，我支持盟主擒住那2人，宋国必胜。纪南希看了一眼孙将军，没有因为他这句拍马屁的话产生半分欣喜。果然，孙将军这挑拨离间的话一出口，司马炎当场震怒。什么意思？离了安国公主，宋国还不行了？二哥，孙将军这话没有恶意，如今盟主的确是我们请来帮助我们的。安国公主，宋国是请你来帮忙打仗，不是让你来指手画脚的。你服从我们指挥，我们指哪儿你打哪儿，其余的你没有权利过问。纪南希听着这话十分耳熟，他想了想，小卢将军以前对他说过，小卢将军是司马炎的人，果然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。大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打仗，如果你不行就走，让大齐重新派人来。司马炎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这样说话？你指哪儿我打哪儿，你让我去死我也去，还要我服从你指挥？你什么东西？我大齐人才济济，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会带兵打仗，但是我大齐的人不是你想让谁来就让谁来，不止你，连你父皇都没有这个资格。今天出现在你宋国地盘上帮你宋国抗敌的任何一个大齐人，都是你父皇向大齐俯首称臣求来的。屋子里鸦雀无声，司马炎没有说话，不是因为他害怕，而是他不占理。
我记得之前六国斩神，宋国内你叫嚣的最凶，扬言一定要杀了我。怎么，之前没杀得了我，现在要继续，是吗？安国公主，那是过去的事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宋国的战事，你不要转移话题。凭什么要听你说？六国斩神一事，在我这里从未过去。忘记历史，那是对过去的背叛，又如何对得起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万千大起士兵？司马炎，不如我们先算算我们之间的血债。安国公主，这里是宋国，只要我想，宋国可以很快从九州上消失。安幼稚和司马林正要劝纪南希，纪南希冷声道：“这是我和司马炎之间的私人恩怨，谁也不许插手。”过了良久，司马炎笼罩在纪南希的威压里面，透不过气来。我们走着瞧。然后灰溜溜地跑了。最后按照纪南希的计划执行，会议结束，众人散去。司马林依旧没有走。安国公主，何事？久仰安国公主大名，今日有幸亲眼目睹公主风采，真是三生有幸。纪南希这才仔细看了一眼司马林，模样俊俏，气度如华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还有几分稳重。有什么事直接说。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听这些毫无用处的花言巧语。我有疑惑，不知可否向公主请教。说吧。为君者应当以武治天下，还是以文治天下？你认为呢？我认为以文治天下才是永恒之道。我认为文武兼治方可永恒。如何兼治？如何平衡？司马林是诚心请教。五皇子，如今宋国和北商齐国对战，你认为和他们讲道理有用吗？没用。那就对了，治国之道不能一概而论，也不是一两句就能辩明白的，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，因地制宜，拿出合情合理的策略才好。回头有空，我送几本书给你，你好好看看。多谢公主。11月初10，此时纪南希坐在主位上，司马林次之，安幼稚和其他宋国重要将领皆在场。他正准备当着众将士的面揭穿这场阴谋。安国公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把我支开，自己带着人把城破了。安国公主，你就这么想要扬名立万？贪功都贪到宋国的头上来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踩着我宋国将士的尸体往上爬呀？纪南希直接一耳光甩在司马炎的脸上，他目光似淬了冰。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别惹我。一开始的攻城计划是我带领小分队先打头阵，你带着大部队紧随其后，可是你不愿意，你认为我打头阵抢功劳，后来调整作战计划，让你打头阵声东击西，功劳都给你。你的任务是接应我们。我还想问，我们在盆地遇到伏击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们到了鹤城门口，依旧没有见到你的身影，我们都打完了你才进来，还说我抢功劳。二哥，你刚刚去了哪里？迷糊了，在路上耽搁了。有地图你怎么会迷路啊？就算迷路，你也应该早就到了。我说迷路了就是迷路了，不信我再带你去走一遍试试。司马林现在没有证据，也不好说什么。正巧此时有一个士兵进来了。公主，二皇子撒谎，他根本没有迷路，他带着我们在山里瞎晃悠，不停地绕路，拖延时间。纪南希一直不信任司马炎，所以无论哪一种作战方式，他都会留有后手。他在司马炎带的兵里面安插了他的人。纪南希，你监视我？什么叫做监视？如今大启和宋国一同作战，你带的兵里面有大启士兵，不是很正常的事。司马炎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就是绕路了又如何呀？影响战争最后的结果了吗？凭你还影响不到战争最后的结果，但是你故意延误军情，企图破坏作战计划，弃江山社稷于不顾，想必你父皇一定不会放过你。纪南希看着司马炎，没有再理会他。不用他动手，司马炎也活不久了。还有一个更想让司马炎死的人，就是宋国皇帝。吴殿下，司马炎犯的罪，你可记下来了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司马林对纪南希的才学、智谋、胸怀，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所以纪南希说的话，他都会认真的去听。我已经记下了，盟主放心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司马炎见纪南希和司马林如此公开地讨论他的过错，此刻他终于知道自己犯了大错，失了军心。
他不敢想象，等战争结束回到都城，他面临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。正在他思量之际，有士兵押着孙将军、南宫墨景和上官荣进进屋来了。他满腹疑问，孙将军怎么也会被押着？他眼珠一转，说不定可以把自己犯下的罪都推到孙将军身上。想到此处，他就坐到一旁听了起来。纪南希，你还想做什么？你要是敢杀我，只要我一死，我齐国的铁骑定会踏平你大齐。南宫墨景，我还真的是高看你了。南宫墨景，如果齐国皇帝知道你为一己之私，故意挑起几国战争，陷百姓于水火之中，甚至牺牲了成千上万的齐国士兵，你说齐国皇帝还会不会为了你踏平大齐？纪南希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知道南宫墨景，你果然在骗我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听安国公主这意思，这场战争不是齐国皇帝的意思，而是南宫墨景的阴谋啊！别说了，听安国公主怎么说。纪南希知道今天这个秘密一揭穿，将会颠覆九州。大家是不是都以为这场战争是齐国和北商欺负宋国，然后宋国向大齐求援？盟主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，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。这场战争其实是齐国和宋国联手，要灭掉大齐和北商。他此言一出，众人哗然，众人一脸震惊。尽管大家都不相信，可这的确是事实。盟主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盟主，这是不是又是南宫墨景的阴谋？毕竟如果纪南希说的是事实，那宋国就太不地道了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宋国皇帝还把众人耍了个遍。南宫墨景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有安好心，原来你竟然憋着这么大的阴谋啊！纪南希，这只是你的推断而已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想要证据？想啊，纪南希，你拿得出来吗？证据不就跪在你身边吗？南宫墨景跪在正中间，他左右两边跪着的是上官荣敬和孙将军。证据肯定不是上官荣敬，他都是一直被蒙在鼓里、被利用的人，那就只有孙将军了。孙将军，你来告诉大家，你们宋国皇帝是如何命令你和南宫墨景合作的？安国公主，你别冤枉好人，这一切都只是你的个人猜测而已，而你想要借机吞并宋国，你想学楚天渊称霸九州。你以为你不承认我就束手无策了是吗？我刚来宋国时，你知道我和小卢将军之间的矛盾，你利用小卢将军对我的仇恨，让他拖延时间，没有调整作战部署，造成西城失守。而西城失守以后，你趁机劝说我亲自上战场，还说我上了战场会鼓舞士气，这些都是你的手段。确切来说，是你们宋国皇帝的手段。你们让我上战场，是为了让我和南宫墨景和上官荣敬互相残杀。我假装上当，同意亲自带兵收复西城。在西城，南宫墨景战败，你趁机放走他，为的就是让他继续杀我。今天我让你打后援，就是防备着你。没有想到，你果然提前给南宫墨景通风报信，让他在这里设伏。我和五皇子中了埋伏，定然会立即撤退。而你在身后本来是作为后援的，可你正好和南宫墨景一起前后夹击围攻我。可你没有想到的是，我将安大人留在了最后。当你在后面夹击的时候，安大人更在你身后。我这边擒住了南宫墨景，祝将军带着撤回后的士兵跟安大人一起，正好包围了你。你身份彻底暴露，你计划失败，你们宋国皇帝的计划也失败。纪南希将孙将军的所作所为全部说出来，瞬间屋里安静的可怕。安佑志是相信纪南希的，他知道有奸细。孙将军那是出了名的良将，他怎么会是内奸？不对，如果真如纪南希所说，孙将军也不能算是内奸，他只是听从了宋国皇帝的命令。如此一来，最混蛋的就是宋国皇帝。司马林心情很复杂，他一直崇拜敬佩的父皇，竟然是如此卑鄙的小人。南宫墨景为了报复我，和宋国皇帝密谋，说齐国假意和北商联合攻打宋国，宋国向大齐求援，条件是宋国对大齐俯首称臣，但大齐必须让我亲自带兵来支援。如此一来，就把我推到了战场上来。他上了战场以后，接着就是孙将军做的一切，把他推向前线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南宫墨景给北商的理由是先灭掉宋国，再以宋国为跳板灭掉大齐。殊不知，南宫墨景真正的目的是杀我，灭大齐、宋国、北商。他想做楚天渊，而恰巧宋国皇帝也和他有同样的想法。
宋国皇帝想要借助南宫墨景的手杀了我，灭了大齐，顺带灭了北上，然后宋国皇帝再灭齐国，最后坐拥九州。你们可真敢想！上官荣静瞪着南宫墨景，目光嗜血。孙将军已经瘫软在地，他知道任务失败，他必死无疑。安有志面色十分难看，他愧对纪南希，当初是他去求着纪南希来帮宋国的，幸好纪南希足够强大。我有什么不敢想的？纪南希，你难道就没有私心？你带兵来支援宋国，让宋国成为大齐的附属国，你难道不是计划逐步吞并宋国？大齐如今已经得到了倾国，再加上宋国，九州之上，谁能与大齐匹敌？如今天下皆知，大齐是你纪南希在做主，大齐称霸九州，就是你纪南希称霸九州。纪南希，我们的目的一样，只是手段不同，你又何必摆出一副高尚的模样来教训我？九州霸主，谁稀罕？当初六国围攻大齐，我夫君只带人灭了秦国，他并没有为难你，放你们平安回国。如今大齐想要称霸九州，当初在战场上，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。只要我想，大齐可以随时称霸九州。我纪南希从无称霸九州的心，我所言所行皆为九州和平。但是我只是善良，绝不软弱。任何人以为我好说话就来欺负大齐，我定然让他有去无回。纪南希声音铿锵有力，满目威严，霸气外露。南宫墨景哑口无言，以安佑志和司马林为首的宋国将领拱手齐呼：我们愿意永远追随盟主。只有司马炎坐在角落里，满脸不甘。你这样诋毁我父皇，是因为我父皇没有在场，无法反驳是吗？我父皇不在场，但是他的儿子还在场，你欺负我父皇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凭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？原来有些人口口声声说着为了九州的安定，其实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骗子，仗势欺人而已。司马炎，你可真是你父皇的好儿子。那是自然，为人子孝为先。司马炎，你是不是觉得维护你父皇，感觉你自己特别厉害？在你父皇眼里，你这个好儿子不过是一个棋子而已，一颗为他真正的皇位继承者扫清障碍的棋子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司马林也很疑惑，其他人更是一脸懵，这其中到底牵扯了多少阴谋？拿出来给他。严肃从怀里取出一圣旨，丢在司马炎面前。拿出来给他。严肃从怀里取出一圣旨，丢在司马炎面前。宋国皇帝早已立下了立储君的圣旨，可惜储君不是你这个好儿子，而是一直被他冷落的司马宣。司马炎已经看完了圣旨，他震惊、愤怒、不甘、绝望。怎么会这样？父皇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司马宣是宋国5个皇子中最不受宠的皇子，他怎么可能被宋国皇帝选中呢？纪南希，我父皇立储的圣旨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区立储圣旨而已，只要我想要，有何难的？盟主，您这是怎么知道这个圣旨的？你父皇自己说的，立储这事只有你父皇和他身边的太监知道，他俩不说，谁也不会知道。这事还得从纪南希发现孙将军有问题说起，于是他就开始让人去查。他在宋国都城布有眼线，这一查就偷听到了宋国皇帝偷偷立储的秘密。宋国人都知道，我父皇最讨厌司马宣，不止一次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斥责他。无论司马宣做什么，我父皇都不满意。甚至有时候，司马宣和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得意的事，他的赏赐也是最差的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我父皇既然要立他为储君。纪南希看着司马林、司马炎，突然之间，他觉得他们好可怜。五皇子，你难道从未怀疑过，这是你们皇帝保护司马宣的一种方式？司马宣的生母是你们皇帝的宠妃，后来病死了，从此以后司马宣就失宠了。而你们以为的失宠，其实是你们皇帝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他保护起来了。宋国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斥责司马宣，是因为司马宣露了光芒，他斥责他是为了让他收敛，学会隐忍。原来如此，父皇啊父皇，您骗得我们好惨呐！他不仅骗你，也骗了司马炎，他让你们俩同时来战场，就是要杀了你们，为司马宣扫清障碍。司马林咽了咽口水，有些后怕地问：盟主，您是会算吗？我没有那么神机妙算，
这些秘密是在你们皇帝给孙将军的信上看到的。你撒谎，那信我明明已经烧掉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他这一出口，恰好已经证明了纪南希说的都是事实。那信的确是被他给烧了，不过他烧完以后，信没有化成灰烬，依旧是一整块被烧过的纸。纪南希用药水处理以后，依然可以看得见上面的字。我不仅知道信的内容，我还知道你其实是司马宣的人。什么？孙将军表面是你的人，其实他是司马宣的人，是你们皇帝把他安插在你身边的。司马林身体一颤，他父皇是把他算计得死死的呀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父皇简直比老虎还恶毒，要用其他儿子的命为他疼爱的儿子铺路。他冲到孙将军面前，用剑指着他：你是我父皇的眼线，一直在监视我，是吗？是又如何？那你接着去阴曹地府孝敬我父皇。司马林说完，举起剑刺进孙将军的胸口，顿时孙将军倒地身亡。纪南希没有阻止司马林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司马林宽厚仁慈，是个合适做太平皇帝的人，可是决心和狠劲儿不够，他要在后面推他一把。盟主，我会禀报我父皇，说孙将军通敌叛国，被我一剑杀了。对于司马林的做法，纪南希很满意，他点点头。当司马林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宋国皇帝就离死不远了。此时司马炎突然生出危机感，司马林说出这些话，难道不怕他向他父皇告密吗？他再一想，司马林是把他当作死人了，死人当然不会告密。五皇子，把这二人押下去，明日我们收复宋国其他城池。再下一步，打齐国平天下。半个月之内，3座城池全部被收复，至此宋国丢失的5座城池全部被收回。盟主，如今您有什么打算？打齐国。安右智举着酒杯的手一顿，在他们看来，纪南希能把丢失的城池收复回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盟主，我愿意跟随您，你打齐国，我就跟着您打。你可考虑清楚了，宋国和我打齐国，就彻底和大齐绑在一起了，以后就是站在齐国的对立面了。考虑清楚了，此生我誓死追随盟主。纪南希见司马林语气诚恳，他只点点头。他们都是信重承诺的人，不需要山盟海誓。去把上官荣进带来。不一会儿，云素把上官荣进带来了。安国公主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他对纪南希的做法很不理解。他跟着纪南希的这些日子，没有见到纪南希杀害一个无辜的人，甚至纪南希也坚决不允许士兵伤害无辜的百姓。他们所到之处，只要齐国和北商士兵投降，他们一律优待；只有誓死反抗者，他们才取其性命。放了你，给你自由。安国公主，你如果想使什么阴谋，就来吧，成王败寇，杀了我也认了。他的身份可是北商皇子，纪南希抓住他，就是抓住北商的脸面。你回去说服你父皇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，100年之内不许主动侵犯任何国家，若违背协议，九州之上所有国家群起而攻之。如果我父皇不同意呢？他会同意的。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，如果北商皇帝不同意，他就带兵灭了北商，或者去挑选一个听话的人做北商皇帝。你又怎么知道我会按照你的话来做？上官荣进，我相信你是信守承诺的人，而且我是为了九州诸国着想，也并没有损害你北商的利益。可如果你执意要和我和九州诸国作对，我想你的头应该没有宋国的立储圣旨难去吧。上官荣进后脑勺一凉，纪南希连宋国皇宫都来去自如，想要他的命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。他虽然怕死，但也有几分骨气。安国公主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何这么做？你明明可以一路杀戮，用武力征服九州，只要你想，你完全可以称霸九州，你是强者呀，为何会悲悯天下人？称霸九州，哪有看着九州百姓安居乐业、幸福安宁来得畅快？我在九州联名会上说的话句句属实，我纪南希愿意用一生去守护九州，爱护九州。上官荣进内心受到很强烈的震撼，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纪南希为何在短短几年之内取得嘉圣帝的信任，让大齐百姓奉之为神。我希望诸位谨记，强者的双手是用来保护弱者的，而不是用来欺凌弱者的。我纪南希会用一辈子来践行自己的诺言，也请诸位监督。众人情不自禁跪下拱手道：我等誓死追随盟主。纪南希强大而不自大，心系苍生，怜悯众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在这一刻，上官荣进从心底臣服纪南希。
盟主，我上官荣敬在此立誓，此生追随盟主，穷尽一生之力，助盟主实现宏愿。起来吧，明日一早，你带着北上士兵启程，我派人护送你回去。多谢盟主。上官荣敬本性不坏，结构聪明，野心没有南宫墨景大，而且没有南宫墨景嗜杀，他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人选，这才是纪南希留着他性命的真正目的。上官荣敬离开以后，司马林才开口：盟主，南宫墨景，您打算怎么处置？带着他打齐国，把他变为第二个上官荣敬？不是，五皇子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南宫墨景出生在九州最强的齐国，而且因为他本身也很优秀，所以他骨子里充满了野心傲气，他不会真正的臣服于任何一个人，留着早晚是九州的毒瘤。你们下去准备准备，休整几天，准备攻打齐国。是，盟主。5天以后，纪南希率军攻打齐国，大齐士兵和宋国士兵势如破竹，短短10日连攻下3座城池。又过了10天，上官荣敬带着北商皇帝的命令来到桐城。北上皇帝答应纪南希的条件，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。这一下，齐国顿时慌了。与此同时，齐国丞相周慎奉命来到桐城，和纪南希谈判。安国公主，齐国的条件：第一，你们撤兵，将占领的3座城池归还给齐国；第二，赔偿给齐国损失；第三，大齐也要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。赔偿损失啊？没错，可以啊。远的不说，拿近20年来说，齐国主动攻击过九州10个国家，造成伤亡总数超过50万人，损失财产超过1000万两。齐国先把这些损失赔偿了，再来向我提这次的赔偿。安国公主，我说的只是关于这一场战争，你们对齐国的侵略之战，你提过去的事做甚？周大人，请你注意措辞，如果连话都说不对，那这谈判不谈也罢。我说错了什么？他堂堂一国之相，在齐国也是威风凛凛的，怎么在纪南希面前就像是一个猴子似的？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？是南宫墨请挑起的阴谋，是你们在侵略我们，我们只是反击，我们打的是护卫战、反击战。你们齐国过去20年欺凌的那些国家，他们其中一些国家如今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这是你们带给他们的灾难。你们过去了，他们的痛苦依然存在，你们又拿什么赔偿给他们？周慎连连擦汗，无言以对。这就是为何纪南希强行让这几大国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的原因。如果不这样做，那些弱小的国家将会被齐国吞并，他们的百姓没有任何的活路。你们提出的条件，只要你们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，我们立即撤兵，大齐也会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。如果你们不服，我们也不谈了，我们就继续打。我倒是要看看你齐国到底有多抗打，能坚持多久。纪南希相当狂妄，他语气轻飘飘的，像是在聊家常。屋里一片死寂，只有炭火燃烧偶尔发出的噼啪的声音。周大人，给你1天时间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同意。安抚盟主，把协议给他们。协议达成以后，周慎问：安国公主，趁大家都在，把大齐和九州联盟的协议也签订了吧？他话音才落，萧景琦已经进屋来了。安国公主，我来代表大齐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，没有来晚吧？不晚，齐王来得正好。纪南希和萧景琦2人忍着见面后的欢喜，还要在众人面前装得很淡定。安有志将协议摆在萧景琦面前，萧景琦连看都没有看，直接就签了，然后盖上玉玺为证。盟主，协议已经签完了，可以散了吧？他是想快点结束，让纪南希和萧景琦好好说话。当然，你们都下去准备，明日一早我们撤兵回家过年。一听到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，众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众人散去，纪南希和萧景琦回到营帐。你怎么来了？他一边替萧景琦解下披风，又取了一些热水给萧景琦。把手暖一下。萧景琦将手放进水里，随意暖了一下。你写信给皇上说了这里的情况，皇上就让我来了。皇上说，如果你成功了，那就让我代表大齐和九州联盟签订协议，如果齐国不同意，我就和你并肩作战，打到齐国同意为止。我们皇上如今说话这么霸气的吗？他知道嘉圣帝就是找了一个理由让萧景琦来陪着他。当然。他将手上的水渍擦干，拉住纪南希的手。夫人，你太了不起了，你在战场上肯定察觉不到，你在大齐的威望
已经是人人皆知。前不久还有人禀报皇上，说有百姓想给你塑金身，供奉你。这就不用了吧？皇上同意了，但是我想到你肯定不会同意，我就替你回绝了皇上。还是我夫君懂我啊，我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，这些事是我的职责，没有什么可以颂赞的。他语气平静，然后又问：你也来了，圆圆怎么办？她可能会哭的。不会的，圆圆已经长大了，她现在只要有空就往谢云初那里跑。去做甚？去陪谢云初家小子玩。就之前那些被他当作宝贝的玩具，其他人要玩他都舍不得的，如今都拿去送给谢家小子了。既然圆圆这么喜欢，不如我们给她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吧。不能因为圆圆喜欢就让你受苦啊，安南，我不想你冒险。也不一定会危险，夫君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冒险。夫人，我感觉你在诱惑我。你的感觉没有错，难道你坐怀不乱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可能坐怀不乱？萧景琦一把将纪南希抱起来。安南，你勾起了我的火，你要负责。他吻了下去，帐篷内春色无边。直到晚上，安国公主，你打算何时把我们殿下交还给我们？明日我们撤走时，自然会把人交给你。周慎没有再多言。纪南希转身去见了南宫墨景。等他到牢房的时候，见南宫墨景独自蜷缩在墙角处，冷得瑟瑟发抖。纪南希，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之前纪南希每次攻城的时候都压着他，纪南希是拿他做人质，让守城的人投降，还有就是打击他。像南宫墨景这样高傲的人，让他承认自己输，简直比将他千刀万剐还让他难受。南宫墨景，就在今天，齐国和九州联盟签订了协议，齐国100年内不许主动攻击九州上的任何国家，不然将会被九州诸国群起攻之。这是好消息，我忍不住第一时间来告诉你了。不可能，我父皇不会同意的。如果他父皇真的签订了这个协议，那就等于他父皇认输了，那他之前的种种谋划就是一个笑话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就成了这场战争的罪人，他就算回到齐国，等待他的也是死亡。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让我骗你？如今九州诸国，宋国依附大齐、北商，齐国和大齐都和九州联盟签订了协议，这九州终于如我所愿安定下来了。南宫墨景，我成功了，而你失败了。这个事实却犹如一把重锤，将南宫墨景的自信、骄傲、野心锤成了渣渣。南宫墨景虽然还活着，其实他已经死了，他的心死了，他的世界在这瞬间轰然倒塌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南宫墨景，你想踩着别人的身躯往上爬，就注定被人给拽下来。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，你注定输。南宫墨景，你认输吧。我不认输，我没有输，我凭什么要认输？纪南希看着南宫墨景双眸里的血丝，没有一丁点心软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南宫墨景，你觉得你没有输吗？曾经齐国最优秀的皇子，如今沦为阶下囚，你的野心将会成为世人唾弃的残暴，你的名声、地位、财产、权势都将成为过眼云烟，甚至到了最后，你连命都会丢掉。其实你心知肚明，等回到皇城就是你的死期，这样你都不算输。那南宫墨景，你觉得怎样才能算输呢？南宫墨景仰天长啸，双手抓着铁门，使劲用头撞击着铁门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头破血流了。他望着纪南希，终于说出了那句绝望又令人窒息的话：我输了，纪南希，我彻底输给了你，你满意了吧？我的满意不需要通过你来实现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与我斗了这么多年，你终究还是输了。南宫墨景，你欠我的那些血债是该时候还了。明天你会跟着周慎回去，接着就是你的死期，来生做个人吧。纪南希说完，再不看南宫墨景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与其回去受辱而死，还不如死在纪南希手上，至少得个体面。怕脏了我的手。南宫墨景瞬间瘫软在地，两眼无神，张了张嘴，最后一个字也没有说得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狂笑不止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他疯了。纪南希出了牢房，萧锦旗在门口等着他。都处理好了。纪南希点头，
那我们回去休息，明天就启程回家了。好。二人携手向帐篷走去，幸福温暖的一夜很快过去。第二天，司马林、安佑志、上官荣静正在和纪南希道别。宋军千里终须一别，你们请留步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与盟主再见面。有缘自会相见，大喜欢迎诸位随时光临。盟主，等我们回去处理好事情以后，我一定去大济拜见您。欢迎。到时候我也去。到时候大家一起约个时间，我们一起去。可以。九州和平，就仰望诸位了。告辞。恭送盟主，盟主一路顺风。纪南希向后招手，和萧景祺并肩而行，踏上了回大启的路。直到第2年2月初1，他们才抵达京城。臣拜见皇上。我们的英雄回来了，辛苦了。臣应该做的，不辛苦。安国公主，你是不知道呀，秦王见你久不归，担心你，特意向朕请命，说要去找你。朕无奈，只得同意了。纪南希看向萧景祺，这萧景祺还是老样子，总是偷偷关心他。萧景祺望着他笑，摸了摸鼻子，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小孩。看见你们这样美满，朕就放心了。接着，纪南希将战场的事如实禀报给嘉圣帝。安国公主，你为九州立下的功劳，可谓是九州千古第一人呐！朕很荣幸你出生在大启，是大启人，是朕的骄傲。以前朕觉得你是大启的福星，如今朕觉得你是九州的福星呀！九州诸人何其有幸，能生活在有你的盛世啊！皇上，这都是臣的职责所在。安国公主，朕希望你不忘初心，永远将天下放在第一位。是皇上，臣定不负皇上所望。太妃，王妃和王爷回来了。太妃高兴得合不拢嘴，牵起小圆圆的手就往外走。娘亲！小圆圆跑到纪南希面前，就要往他怀里扑，却被萧景祺一把抱住。娘亲累了，让爹爹抱。小圆圆望着纪南希，见他没有说话，她觉得很是奇怪。以前纪南希每次出去回来，不管多累，都会主动抱他的。太妃见状，目光落到纪南希的小腹上，眼睛顿时一亮，可她什么也没有说。娘，回来了就好。萧景祺吩咐下人把赏赐抬进王府，接着一家人进了屋。太妃不动声色地吩咐厨房把今日油腻的菜全部换了。等到纪南希上桌的时候，摆在他面前的菜全是平淡宜口的。想到此处，他心里暖暖的，真是什么都瞒不住太妃啊。过了一会儿，萧景清也回来了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完饭。萧景祺突然很严肃地说：“我现在要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，娘，您又有孙女了。”好啊，太好了！来人，把我这些年存下来的银票拿来。娘，不用，那是您辛苦攒下的，您自己留着。那可不行，等我100年之后，我的都是你们的，那我还不如现在就给你们呢。再说这是给我孙孙的。娘亲，您肚子里的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？现在还早，娘亲也不知道。纪南希也是最近几日才发现自己怀孕的，之前她和萧景祺成亲那么久，一直都没有怀上，所以她才能放心去支援宋国。如今胜利归来，天下太平了，这孩子也跟着来了。那圆圆是喜欢弟弟还是妹妹？娘亲，我都想要，可以弟弟妹妹一起生吗？这个嘛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可是你把你的玩具都送给了戚氏兄家的宝宝，那你拿什么玩具陪弟弟妹妹玩？奶，重新买新的。娘亲，我有银子。他的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。纪南希这里一片喜乐，其他几人那里就不是这么和谐了。司马林不负纪南希所望，在路上就把司马炎给弄死了。可是他回到都城以后，宋国皇帝并没有给他好脸色看，于是他在宋国遭到了打压。幸好纪南希一直在暗中帮他，上官荣静的日子要好过一些。北商皇帝并没有为难他，他在北商的地位越来越高。南宫墨迹回到皇城以后，就算他已经疯了，齐国皇帝依旧处死了他。又过了1月，穆青从临江带来了好消息，他一直在临江帮助顾一峰。王妃，顾少爷的第一个店已经扎稳了，接下来就是增加店的数量。他在临江已经站稳了脚，配合当地的官员推行新政，
效果很明显，渐渐的有了威望。这是他的正常发挥。他一直相信顾一峰，他有这个实力。临江是第一个实验点，只要临江做起来，其他地方推行起来就更容易了。辛苦你们了。属下应该做的。王妃啊，之前属下写信禀报您的那件事，那顾兄企图谋杀顾少爷的人已经被正法了。此事你们上报给皇上了吗？顾少爷写折子禀报了。纪南希也就放心了。穆青又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交给纪南希。王妃，这是顾少夫人写给您的信。长歌写的。纪南希眼睛一亮，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他将信看完，满脸欢喜。太好了，看来顾一峰的愿望有希望实现。什么事这么开心？长歌给我来信了，他已经有身孕2个多月了。那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按照月份来说，他们的孩子应该要比我们孩子先出生。那可不一定。萧景琦和纪南希说着家常话，屋里一片温馨。自从纪南希有了身孕以后，萧景琦把手上的事能推的都推了，他把时间都留给了纪南希。夫人，一会儿吃了饭，你想不想出去走走？我陪你。想啊，以前的秦王总是不着家，如今的秦王总是不出府。再这样下去，别人要说你懒了。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的夫人重要。来日方长，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。那不一样，和你在一起，每一天都是全新的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来日方长固然好，可我只想争朝夕，朝朝暮暮都对你好。好，既然孩儿他爹都已经这么说了，盛情难却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感谢夫人赏脸。萧景琦假意客气，这是他们别样的浪漫。9月初1，书院新学子开学，纪南希要给新学子讲话。在外面的掌声响起的时候，他肚子里的孩子也开始疯狂地踢他。他身体突然感觉到异样，肚子剧烈的疼。夫人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要生了。萧景琦二话不说，直接将他拦腰抱起来就往王府跑。回到王府，给纪南希接生的是他的学子，萧景琦只能在门外守着。娘，你说安南怎么不好出来？他听他军中的人提起过，他们的娘子生孩子的时候叫得可厉害了，因为那种痛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比较顺利，你不要担心，西西会没事的。他话是这么安慰萧景琦，其实他自己也担心得不得了。他最近一直在求神保佑纪南希。萧景琦听了太妃的话更紧张了，其实他是真的没有打算再让纪南希生孩子的。之前他和纪南希成亲那么久，一直没有怀上，是因为他一直在偷偷吃药，他怕纪南希担心他身体，所以一直没有敢告诉纪南希。后来纪南希去宋国支援了，他就把药给停了。在准备去见纪南希的时候，他都是带着药的，但那药被血水给打湿了，可能失去了药效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秦家抱着一个孩子出来。恭喜王爷，恭喜太妃，王妃生了，是一对龙凤胎。萧景琦根本没有看孩子一眼，直接就往屋里钻。哥，快来看看你闺女，长得和嫂嫂一模一样，漂亮极了。萧景琦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径直往里屋去。小乖乖，比起你爹爹仿佛更喜欢你娘亲哦。他怀里的小宝宝像是听懂了他的话一样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啊，乖乖，你就能听得懂话了？我怕不会哦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以后姑姑会疼你，姑姑爱你。无论萧景清怎么哄，小宝宝还是在哭。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萧景清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太妃严肃道：“以后这话可不能乱说了，小孩子分辨不了真假，会伤心的。”是，娘。太妃接过萧景清手上的孩子，轻轻哄着：“祖母疼你，乖乖，你永远是祖母的小乖乖。”她话音落下，这小宝贝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众人都惊呆了。这小丫头才出生就这么机灵，也太聪明了。反观秦家手里的孩子，一直安安静静的，不哭不闹，哪个大哪个小啊？太妃，我抱着的是哥哥，您抱着的是妹妹。真好啊。此时萧景琦已经来到了纪南希身边，堂堂战神泪流满面。夫人，以后我们不生了，你一定很疼很疼。没关系，虽然是很疼，可是看到我们的孩子，我觉得一切的痛都是值得的。夫人，谢谢你，以后我们爷俩保护你们娘仨儿。好。萧景琦俯身亲了亲纪南希的额头。萧景琦陪着纪南希说了会儿话，太妃等人就把孩子抱着进来了。
纪南希生孩子的事很突然，等到高权到秦王府的时候，孩子都已经平安落地了。他只得看了孩子2眼以后，迅速回宫向嘉圣帝禀报，宫里的赏赐像是流水一样流进秦王府。与此同时，嘉圣帝下令大赦天下，除10恶不赦之人，其余的罪犯都释放了，普天同庆。过了没有多久，临江传来喜讯，顾一峰和董长歌的孩子也出生了，是个儿子。1个月以后，纪南希一双儿女满月，儿子取名萧明朗，女儿取名萧明玉。顾一峰和董长歌的儿子取名顾章，顾章只比萧明玉晚出生1刻钟。与此同时，安有之的书信抵达京城，九州诸国要派人来参加纪南希孩子的百日宴，还有大家也想向纪南希学习。其实这就是九州诸国自发组织的朝圣。嘉圣帝听闻此事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诸国朝圣竟然发生在他在位期间，这是载入史册、名垂青史的荣耀。2个月以后，萧明朗和萧明玉满100天了，九州诸国使臣已经抵到京城。这一次接待诸国使臣的任务就落到了裴慕之的肩上，而此时的纪南希正在与顾一峰和董长歌说话。萧明朗、萧明玉、顾章3个孩子，3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萧明玉在看到顾章的时候，叽里哇啦的干吼，奶凶奶凶的。小明玉，你真是个人精。人精呀，我最喜欢了。小希，我之前和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呀？你放心，将来顾章要是敢欺负小明玉，我一定把他赶出家门。一切随缘。他是担心定了娃娃亲以后，萧明玉和顾章长大了，互相之间没有男女之情，这样岂不是破坏了2家的感情？我不同意。萧景琦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。顾一峰，我就说您怎么想着从临江回来，原来是来拐我女儿的，我坚决不同意。青蛙，怎么能用说拐啊？我这不是正在和你们商量吗？他理解萧景琦的想法，他要是有个女儿也是舍不得的。没得商量，他的女儿是纪南希用命换来的，是掌心的宝，这才多小，定什么娃娃亲？青蛙，你是打算把小明玉养在王府养一辈子呀？有何不可？我又不是养不起。你和你讲不通。他想了想，他不能和萧景琦硬来，得哄着来。青蛙，我带了好酒，不如我们喝一杯。改天再喝，今天不行。这时兰竹进来禀报，王妃，裴大人带着使臣来了。看来今天这酒不仅要喝，还是很多人一起喝呀。来者是客，纪南希和萧景琦一起出去待客。纪南希夫妇和顾一峰夫妇在人间至卫设宴，诸国使臣全部参加。这一天，这3个小朋友收到的礼物堆积如山。又过了1天，纪南希在书院举行座谈会，诸国使臣可皆向他提问，他会一一解答。诸位请提问。安国公主，你就是这样胡说八道、诓骗大家的？周慎能成为齐国的丞相，才华定然是有的，但是他身处齐国这样的大国，难免有些傲气。纪南希一点没有生气，任何一项新政推行起来都是极其艰难的。周大人有不同的看法，可以说出来。你说农商并重，减轻赋税，最好是全部免掉农业税，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应该轻农重商才对。一个国家有了商业，才能赚取更多的银子，充实国库。安国公主，我知道你是百姓心中的神，你什么都替百姓考虑，就是为了求得他们的称赞。但是贱民，就注定了他们是低贱的。如果他们都给我们一样生活了，那我们努力做官是为了什么？安国公主，追求名誉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的，不要为了所谓的虚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，会让人贻笑大方。他们听了纪南希的话，也有这样的感触。他们这么努力读书做官，往前攀爬，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一些？可是他们的利益都被减少了，这努力的意义也就没有了。周大人，这次是交流会，而不是贬低损人。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，说出意见反驳我，但是你在我的地盘上诋毁我、辱骂我，是嫌弃自己的脑袋安在头上太重了。周慎瞬间红了脸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纪南希呵斥，他颜面尽失。农商为何不能并重？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农和商并不是独立存在，也不分高低贵贱，大家都去经商了，没有老百姓种粮食种菜，你吃什么？周大人，贱民一词莫要再用了。
我怕你祖宗18代爬起来骂你是个不孝子。周慎满脸愤怒，可是纪南希说的又是实话，他无从反驳。你说大家这么努力做官是为了什么？那我告诉你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做红薯。诸位，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，但是在大齐，如果有你周慎这样只顾自己不考虑百姓的官，我纪南希一定严惩不贷。如果有你周慎这样只顾自己不考虑百姓的官，我纪南希一定严惩不贷。纪南希的话音落下，掌声震耳欲聋，这是对纪南希的支持和认同。每一道掌声都像是耳光，狠狠地打在周慎的脸上，打得他无地自容。安国公主，你方才说当朝廷的粮食足够吃的时候，就可以免掉农业税了。试问，每年老百姓才种出来那么一点粮食，上交给国库的更少，朝廷怎么可能囤得起粮食呢？他依旧不服气，他想用这个问题找回一点面子。提高粮食产量。怎么提高啊？我们齐国多番试种植，粮食产量依旧提不上去，所以你说的依靠提高产量来增加朝廷的粮食囤量，这可谓是天方夜谭。周大人此言有理，我们也试了很多次，结果不仅没有增产，反而减产了。别闹，听盟主怎么说。我说行那就行，你齐国不行，不代表我大齐也不行。之前秦国断了和大齐的商贸往来，纪南希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，是种植了很多农作物。如今各种农作物都增产了，此时他将这些增产的农作物每年的产量一一念了出来：玉米、黄豆、高粱、小麦。等他把这些农作物的产量都念完以后，殿堂内鸦雀无声，众人惊愕地看着他。周大人，你现在还觉得我的话是天方夜谭？齐国这9州第一的位置该换一换了，别做井底之蛙，以为自己永远是老大。他语气很随意，却让周慎低下了头。纪南希打压了周慎嚣张的气焰，就没有再跟他继续纠缠了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盟主，刚刚您说的那些增产的农作物是怎么做到的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？当然可以。司马林果然没有让他失望，将来做了帝王，一定是一个贤明之君。我会把大齐的这些技术都传授给你们，至于你们能学多少，或者你们愿意学什么，这就要看你们自己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内心大喜，这得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如此慷慨大方？多谢盟主，我等铭记盟主大恩。在场的史官奋笔疾书，将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下来。这场交流会整整讲了1个月，史官手中的笔都写坏了几支。转眼就到了第2年的正月15，这天司马林专门来拜见纪南希。盟主，这次我们除了是来学习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何事？我妹妹司马萍萍，您觉得如何啊？司马萍萍，司马林异母同胞的妹妹，一个温婉贤淑的姑娘。我觉得甚好。盟主，实不相瞒，其实这次我带我妹妹来是来和亲的。和亲？可是如今大齐没有和公主适配的皇室男子啊。纪南希想了想，适配的倒是有一个，就是萧景祺。不过他可不许萧景祺娶其他女人，除非那人不是皇室之人。只要我妹妹喜欢，对方愿意娶我妹妹，也不一定要是皇室之人。盟主，我也不绕弯子了，我妹妹仰慕裴大人已久，还请您帮忙做主。裴慕之，感情的事我如何能做主？再说，就算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约，你们都应该去找裴慕之的父母，而不是我呀。盟主，这谁不知道啊？裴大人最敬佩的人是您呐，您的话他一定会听的。其他的事我都可以帮忙做主，感情的事万万不行，一个不小心就成了罪人。他相信，如果他开口让裴慕之娶司马萍萍，依照裴慕之对他的敬重，一定会听他的话的。可是他不能这样做。这样吧，我去问问裴慕之的口风，如果他愿意，那当然是最好。可如果他不愿意，那一切就此作罢，证明他们没有缘分。你们也不要其他想法。多谢盟主。他知道纪南希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很难得了。纪南希让司马林在里面坐着，他让人去请裴慕之过来。裴慕之倒是来得很快。师傅，您找弟子何事？慕之啊，你看看你也不小了，成家立业，如今也算事业有成，是不是该成家了？裴慕之先是惊讶，接着眉目微垂，没有任何人看到他黯然失色的目光。师傅，弟子没有成家的打算。师傅，您希望弟子娶谁？裴慕之何其聪明，今天纪南希突然叫他来问起此事，定然是有人给纪南希说了什么。我希望你娶你想娶的女子。
弟子没有想娶的女子。你觉得平平公主如何？司马平平他没有太大印象，依稀记得是个好学的姑娘，问过她几个问题。师父，弟子不想娶平平公主，弟子不是她的良人。好吧，我尊重你。多谢师父。裴木之说完就离开了王府。他走后，司马林就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。五皇子，刚刚裴木之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你妹妹如果远嫁大齐，一定希望嫁给爱她的人。如今看来裴木之不是她的缘分。我都明白，多谢盟主。可是他们终究低估了司马平平对裴木之的爱慕。有些人是一眼万年，而有些人10000年也是陌生人。相对于裴木之而言，他永远是后者。过了没有几天，诸国使臣就在书院殿堂拜别纪南希，他进宫向嘉圣帝复命。皇上，使臣都走了。安国公主辛苦了，这一次九州诸国出使大齐，你表现很好，给大齐争了光，让他们知道大齐的富强。你倾囊相授，也展现了大国风范。从今以后，九州之上的其他国家都欠了我们大齐一个人情呀。提到这个，嘉圣帝更高兴了。朕要让史官把这记清楚，在这九州之上可谓是史无前例，是我大齐的荣光时刻。纪南希见嘉圣帝这么高兴，他的心情也更好了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。安国公主，你这次又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啊？臣想回书院做先生。他想做教书先生，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，教书一人，这是100年大计。皇上，要想国富民强，只有好好培养孩子，孩子才是大齐的未来。臣回书院安安静静的教书，朝廷的事有裴木之在，您可以放心。然而嘉圣帝毫不客气地揭穿纪南希。安国，你是想夺揽？皇上，如今天下已定，朝廷也不需要臣了。胡说，谁敢说朝廷不需要你呀？我就割了谁的舌头。你永远是朕的国师，有你在，天下才安。你想去教书，朕也不拦着你，就以国师的身份去教书吧。多谢皇上成全。虽然纪南希的愿望很简单，但是嘉圣帝还是给了他很多赏赐。1年以后，司马林写给纪南希报喜，宋国的高粱增产了。到了下半年，宋国皇帝驾崩，司马林登基为帝。于是到了年关，宋国给大齐上贡，除了奇珍异宝、牛羊布帛，还有一个美人，就是司马平平。裴大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。裴木之多一个字也不愿意说的。司马平平在看到裴木之的那一刻，他的心仿佛都要跳出来了。可是他克制得很好，在和裴木之打完招呼以后，就没有再开口，而是由宋国朝臣和裴木之对接。裴木之带着他们直接进宫拜见嘉圣帝。宋国朝臣向嘉圣帝进献完礼物以后，就提起了另外一件事。皇上，我们皇上还有一个不请之情。你说。我们皇上想让平公主留下来学习。平公主在宋国是有名的才女，她在学习大齐文化的时候，也把宋国的文化带到大齐，促进宋国和大齐之间的交流。司马平平好不容易等到这次机会来大齐进献，司马林对他来大齐的目的心知肚明。可是毕竟他就这么一个妹妹，说不定假以时日，裴木之真的会被司马平平感动呢。再说司马平平来大齐学习并传播宋国文化，这对于2国邦交也是有好处的。嘉圣帝看了一旁的司马平平，这是单纯来大齐学习，还是要嫁到大齐？毕竟司马平平是宋国公主，依照司马平平如今的年龄，和她适配的只有萧景祺和她。他不知道司马平平喜欢裴木之的事，所以他一时有些为难。公主这是打算在大齐学习几年啊？皇上，如果可以，我想一直留下来。我喜欢大齐，我愿意在大齐长期居住下去。嘉圣帝眉目微蹙，此事有些棘手，他得去问问纪南希的意思。此事容后再议。接着他就找了一个理由，把宋国朝臣给打发了。等到朝臣一走，他就让高权去请纪南希。过了不久，纪南希就进宫来了。嘉圣帝将司马林的意思说了一遍。安国，这平公主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她心仪裴木之。原来如此。嘉圣帝也放下心来，只要不打他和萧锦旗的主意，反正裴木之也没有婚配，说不定这就是良缘呢。安国，
既然如此，就把他留下来吧。他带来了宋国文化，这对大齐有帮助。朕准许他来去自如，以后如果他想回宋国，可以随时回去。他在这里学习，将来把大齐文化带回宋国传播，这也很好。你觉得朕这个主意如何呀？皇上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于是司马萍萍就这样留了下来。司马萍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高兴地哭了。她以为是纪南希帮了她，于是就去王府感谢纪南希。王妃，感谢您帮我。我并没有帮你说话，是我们皇上的意思，希望平公主以两国邦交为重。他在提醒司马萍萍不要因为儿女私情而影响两国邦交。王妃放心，我懂得分寸的。纪南希点头，司马萍萍确实懂分寸。在大齐留下来以后，他专心学习大齐文化，也用心传播宋国的文化。他也恪守礼节，以至于转眼5年过去，他和裴牧之的关系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。这是他来到大齐的第6个年头了。今天他有事来王府请教纪南希。正在此时，兰竹进来禀报纪南希，王妃，定国公也来了。王妃，您有客人来了，您先忙，我改天再来找您。抱歉，得空我去找你。王妃客气了。司马萍萍起身离开。纪南希来到了前厅。顾一峰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长哥呢？长哥没有来，我带着顾章回来的。小谢，我想把顾章留在王府。纪南希一直不同意定娃娃亲，萧景琦又护得紧，没办法，他只有出此下策，直接将自己的儿子送过来了。孩子还这么小，你舍得送到我这里来？有何舍不得的？有堂堂盟主大人替我教导孩子，我求之不得。他想把顾章留在王府，不仅仅是想让他和萧明玉培养感情，更是想请纪南希教导顾章。他如今在临江还脱不开身，董长歌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他每天很忙，疏于对顾章的管教。纪南希看着顾章，身量倒是和同龄的孩子相差不多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。刚刚见到他的时候还有些害羞。顾章，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和明朗哥哥、明玉姐姐一起玩？我愿意留下来和明朗哥哥一起玩。至于萧明玉，他从来不叫她姐姐，就比他大1刻钟，他才不叫她姐姐。好，那你就留下来吧。纪南希立即吩咐兰竹，去把世子院子里的房间收拾出来，到时候顾少爷跟世子住在一起。是，王妃。张儿在王府你就放心，我怎么教导明朗，就会怎么教导他。他和明朗同吃同住，也就是我的儿子。我肯定放心，不然我就不会带他来了。娘亲，你看看我家这假小子，整天不是下河摸鱼，就是上树掏鸟蛋，没有半分姑娘家的样子。这也是他为何一直不同意顾一峰说的定娃娃亲的事。萧明玉和顾章，前者更像是男孩子，后者才像个姑娘。他怕以后顾章不喜欢萧明玉这性格，就想等他们自己长大了以后再说。这样的姑娘才好呢。你忘记你小时候有多调皮啦？我倒是觉得小明玉更像你小时候，胆子大，性格豪爽，喜欢冒险，做的呀都是男孩子喜欢的事儿。我们国公府呀，正缺这种姑娘。这时候，萧明玉已经到了纪南希面前。顾叔叔，您来了。小哭包，你也来啦。萧明玉，谁让你这么叫弟弟的？弟弟有名字。嬷嬷，没关系，我是男孩子，可以让着他，叫几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娘亲，您听到了？这可不是我要叫他小哭包的，是他让我这么叫的。他见顾章帮着他，就提着笼子朝顾章走去。小哭包，给你看看，这是今天新抓到的鸟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明玉，带弟弟出去一起玩。是，娘亲，我保证照顾好他。萧明玉捉住顾章的手就往外跑。小希，以后顾章就麻烦你了。好。就这样，顾章就留在了王府。到了晚上，萧景琦回来，纪南希和他说起此事。顾一峰这是贼心不死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女儿拐走。那怎么办？不然我把顾章送回去。送回去做甚？虽然顾一峰很讨厌，但顾章很招人喜欢。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情，让他留下来，明朗和明玉也有个伴儿。他说完，见纪南希正笑着看着他。夫人故意逗我。毕竟此事没有和你商量，我总得问问你的意见啊。家里的事用得着问我的意见吗？用不着吗？用不着。他揽住纪南希的腰。你忘记了我们成亲时候我说过，府里的事，小事你做主，大事我做主。张儿来就是大事，相当于我们又多了一个孩子。好，那我做主的意见就是听你的。王爷这花言巧语好听。夫人，你冤枉我了。萧景琦面色略带委屈。我怎么冤枉你了？人家说的是实话，你说人家说的是花言巧语。好好说话。
你夫君说的我句句属实，没有花言巧语。纪南希还欲说什么，萧景祺唇贴了上去，直接堵住了他的嘴。今夜又是酣畅淋漓的一夜。第二天，纪南希上完了课就去找司马萍萍，二人这一说话就忘了时间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天都已经黑了。正巧裴慕之有事来找纪南希，等纪南希忙完来见他，师徒二人又说了会儿话。此时萧景祺来接纪南希回家，司马萍萍一个人回去，纪南希不放心。慕之，你和平公主回家是一个方向，你顺路送送她。司马萍萍原本想说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关系的，可是在听到纪南希的话的时候，他把心里的想法按了下去。他已经来大齐等裴慕之6年了，他曾答应过纪南希他会懂得分寸的，可是这分寸守着太累了，有些话也该问问他了。是，师父。皎月高悬，将裴慕之和司马萍萍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裴慕之的话本来就很少，司马萍萍面对他时有些紧张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如此一来，二人都选择了沉默。二人走了好长一段路，眼看就要到司马萍萍住的地方了，于是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开口：裴大人，我来大齐已经6年了。对于裴慕之的疏离，司马萍萍已经习惯了。你可知道我当初为何来大齐？交流学习。不是，交流学习这些都是借口，我是为你而来的。司马萍萍一鼓作气，直接将心里埋藏已久的话说了出来。说完这话以后，他原本忐忑不安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。平公主，感谢。司马萍萍听到这里，他就已经知道了结果，他心揪得疼。我不是你的良人，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祝你早日觅得幸福。司马萍萍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，可是他坚持了这么多年，喜欢裴慕之已经变成了他的执念，他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裴大人，是因为我哪里不够好吗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不是，是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娶。你宁愿终身不娶，也不愿意要我就这么差劲吗？平公主，你到了。司马萍萍一抬头，果然到了他的家，可是他还没有等到裴慕之的答案呢，他就站在那里望着裴慕之。裴大人，我很差劲吗？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平公主，如果你是因为我才来的大齐，如今你可以回去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没有理由。平公主，我言尽于此，保重。他说完直接扭头就走。司马萍萍依旧站着，直到再也看不见裴慕之的身影，他才蹲了下来。他双手抱膝，试图温暖自己，可是这6月的天，他依旧觉得好冷好冷。到了第2天，他不能顶着红肿的眼睛去书院，于是给书院告了假。他告的是病假。公主，张敏君主来了。他声音才落下，萧媛媛就走了进来。公主姐姐，昨天你都是好好的，怎的就病了？有没有看过大夫啊？就是有些头疼，睡一觉就好了，不用看大夫。公主姐姐，不能讳疾忌医，我给你瞧瞧可好？他如今的医术虽然比不上纪南希，可也比一般的大夫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司马萍萍将手缩了回来，如果萧媛媛发现她没病，她是因为被裴慕之拒绝了才没去书院，这样岂不是很难为情？萧媛媛何等聪明，她见司马萍萍的动作就知道她没有生病。我三哥惹你生气啦？他拒绝我了。你问他了？司马萍萍点点头。你要是想哭就哭吧。司马萍萍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，不停地往下掉。他说他要终身不娶，世间哪有男子不娶妻的呀？他那么优秀，多少女子排着队的想嫁给他，可他竟然不想娶妻。张敏妹妹，你说你三哥心里藏的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就没有见过我三哥对除了我娘亲、我师姐、妹妹以外的女子亲近过了。如果不是你刚刚告诉我这句话，我还不知道我三哥竟然是这个想法。我一直以为他是没有遇到心爱的女子。他也不小了，别人像他这个年纪早就儿女成群了，所以我肯定他不是不想成亲，是因为心里藏着人。公主姐姐，既然我三哥都这么说了，你也不必再等他了，他一向不乱说话的，他说终身不娶，那就是真的。我不信，我要等他，他这一辈子不娶，我就一辈子不嫁。啊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妹妹你不懂，人这一辈子不能遇到太惊艳的人，遇到他以后，你就会觉得其他的人都是将就凑合。可是我不想将就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就一辈子独身吧。他独身，我陪他，我也独身，这样挺好。爱情果然是毒，得远离。不，自作多情的爱情才是毒药，两情相悦的爱情就是世间最美妙的事，就像你和云宁生一样。哎呀，公主姐姐，再说你的事，你扯我身上做什么？还害羞了？
司马萍萍起了逗笑圆圆的心思，就短暂地忘记了告白失败以后的痛苦。如今学院谁不知道书院第一公子云凝深对昭敏郡主情有多钟啊？公主姐姐，你欺负人！看来你的病已经好了，我就走了。他真的起身说走就走，没有理会身后司马萍萍的挽留。再待下去，他真不知道司马萍萍还要怎样打击他和云凝深。傍晚，纪南希回到王府。娘亲，你回来啦！萧明玉牵起纪南希的手。您今天一定累坏了吧？一会儿女儿给您捶捶腿、捏捏肩可好啊？纪南希看着萧明玉这狗腿一般的讨好，就知道准没好事。说吧，又惹什么祸了？娘亲，您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思想来想您的女儿呢？纪南希就静静地看着萧明玉表演，他到时候要看看萧明玉能耍出什么花招来。您的女儿我聪明伶俐、可爱孝顺、乖巧懂事，怎么可能是惹祸了才对娘亲这样好呢？那又是为何？是因为我想孝顺孝顺娘亲。我觉得娘亲整天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，尤其是为了我觉得我应该懂事了。萧明玉，我数到3，你再不说实话，今晚就去祠堂睡觉。娘亲，您的金灵草。金灵草怎么了？萧明玉不着痕迹地把身体往旁边挪了挪，他埋着头。死了。纪南希连忙往花房走去，那盆金灵草是他精心养了3年的，今年才开出一小朵花，他视若宝贝，价值连城。现在那金灵草还在盆中，却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萧明玉，哎，你给我滚进来！这就来。这花怎么回事？娘亲，这不能全怪我，那是那花儿自己太娇气了。你倒是给我说说，我的花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就娇气了？萧明玉老老实实的跪着，腰杆挺得笔直。娘亲，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我喝了好多水，我一想我都渴了，那些花儿肯定也渴了吧，于是我就挨个的把花房里面的花都喂了一遍水。可是其他花都好好的，唯独这金灵草，喝了水以后没过多久它就蔫了，像是人中毒以后四肢无力一样。哦，对了，娘亲，您说这金灵草会不会是喝水中毒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水的错，而不是我的错了，对吧？嘿嘿，娘亲，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照你这么说，那还是金灵草的错了。是的，娘亲。诡辩，明明就是你贪玩死了金灵草，还把责任往水的责任上推。萧明玉，做错了事情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要知错能改。你这不知悔改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？娘亲，他们都说我像您。纪南希才缓和下去的怒火瞬间又燃烧起来了。萧明玉，我说你一句你顶10句，这金灵草是不是死在你手里？萧明玉见纪南希真生气了，顿时乖巧了，老老实实的回答：是。你现在立马给我救活他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！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他得让萧明玉知道，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任何人做错事都得付出代价。娘亲，我试过了，救不活。金灵草是你弄死的，你就得救活他，救不活你就得受惩罚。爹爹，您的女儿要被打断腿了，您快来救救您的女儿啊！这里动静太大了，把书房的萧锦旗都给引了过来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让孩子跪在地上？他把金灵草给玩死了。萧锦旗闻言，立即放开准备抱萧明玉起来的手，他变脸比翻书还快。萧明玉，你玩什么不好，偏偏要去玩金灵草？那金灵草可是连他都不敢碰的宝贝啊！夫人，我看仅仅是罚跪还不够，不如打一顿吧。萧锦旗一边说，一边观察着纪南希的脸色。要那种又细又长的树枝，打人才痛。我这就去给你折树枝来。萧明玉见萧锦旗真要走，立刻急了。人嘛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要能屈能伸。娘亲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忘记您叮嘱我的话。我就是好奇，那么宝贝的金灵草长什么样子，我才会给他们喂水的。娘亲，我愿意为我的行为负责，我愿意救活金灵草。求求您，别打您的宝贝女儿。还不起来？这就起！娘亲，我这就去看书。萧明玉顾不得膝盖疼，小跑着往藏书房跑去。第二天，萧明玉起得很早，她洗漱完毕以后就跑去吃东西。你吃慢一点。我吃好了。然后嘴里叼着一个馒头就往藏书阁跑，他要去找书，一定要找到救活金灵草的办法。伯母，我吃好了。张儿，怎么就吃这么一点？我吃饱了，伯母。他起身朝萧明玉追去。萧明朗的话一向很少，他在安安静静的吃东西。朗儿，你最近学业怎么样？昨天考核满分。不错，继续努力，但是也要注意身体。是，娘。
过了一会儿，萧明郎也吃好了。娘，我去练剑了，先休息一会儿再去。是娘。萧明郎比萧明玉就先出生那么一会儿，可是他做事像模像样的，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。他的事从来不让纪南希操心。萧明玉一路跑到藏书房，他嘴里的馒头已经边跑边吃完了。现在他在专心找书。小哭包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给你。顾章像是变戏法似的，从背后拿出一根鸡腿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吃饱啊？顾章没有回答，他每天和萧明玉一起吃早饭，自然知道他的饭量。萧明玉看着顾章手里的鸡腿，咽了咽口水。可是我还要找书，没空啃鸡腿儿。我来帮你找书。真的？萧明玉连忙从凳子上下来，接过顾章手里的鸡腿就开始啃。顾章则爬上凳子，从方才萧明玉找的位置开始找。小酷豹，那本，你左手边那本《奇花录》，你看看里面有没有？这藏书房的书成千上万，但不是都是关于花的。萧明玉只要见着像是关于写花的书，他都会找找。那里面没有。萧明朗刚刚吃饱了，不宜练剑，今天不去书院，他就想着来帮萧明玉找书。你怎么知道？明朗哥，这些书你都看过了。萧明朗点头。哥哥，那是不是我们家藏书房里面的书上面都没有救金灵草的方法？萧明朗点头。萧明玉顿时觉得手里的鸡腿都不香了，突然他眼睛一亮。我去找黄爷爷，皇宫里的藏书阁里的书一定记载得有救金灵草的方法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走走走。萧明玉三人来到皇宫，是在御书房见到嘉圣帝的。黄爷爷，见过皇上。免礼。萧明玉啊，快来皇爷爷这里。萧明玉闻言跑到嘉圣帝面前。怎么有空来找皇爷爷玩啦？皇爷爷，我是来找书的，等找到了书再陪您玩，好不好？找什么书比陪皇爷爷玩还重要啊？萧明玉将金灵草的事说了一遍，然后又问。皇爷爷，我们想去藏书阁里面找找，我一定得救活金灵草，不然我娘亲要打断我的腿。你娘亲这么凶呀？要不要皇爷爷下旨，让你娘亲不要惩罚你呀？谢谢皇爷爷，我娘亲说了，做错事了就要勇于承担责任，我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。好，萧明玉好样的，不愧是安国公主和秦王教出的孩子呀。高全，带他们去藏书阁。是，皇上。谢谢皇爷爷，等我救活了金灵草，我就来给您捶背。好。三人得了嘉圣帝的允许，就跟着高全去了藏书阁。他们在藏书阁找了一天，此时已经天黑了。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？萧明玉一把抓过顾章递过来的书，快速看了起来。哎，就是这个！他一把抱住顾章，跳了起来。小酷包，你太厉害了，谢谢你！顾章脸都红到耳根处了，萧明玉已经放开了他。哥哥，你看，小酷包找到的。顾章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那你以后可不能再欺负他了。不欺负。走吧，天都黑了。三人去给嘉圣帝谢恩，嘉圣帝派人送他们回府。才到宫门口，就遇到了来接他们的纪南希。娘亲，我找到救金灵草的方法啦。你找到的？小酷包找到的。张儿，你真厉害，谢谢伯母。你们饿坏了吧？我带了糕点，先吃点垫垫肚子。不饿，皇爷爷中午让人给我们送了饭。几人有说有笑朝王府走去，转眼就到了7月中旬，书院已经放假了。他每天早上都会雷打不动地陪家人吃完早饭。张儿，这乌鸡炖竹笋你最喜欢的。纪南希担心顾章不习惯，他总是照顾着他。他撕下一只鸡腿放他碗里。谢谢伯母。娘，您偏心，那鸡腿我也喜欢的。这里还有一只的，给你。纪南希把另外一只鸡腿给了萧明玉，他不能厚此薄彼，又撕下2只鸡腿给萧媛媛和萧明朗。娘，我今天要出去，我和大家约好了，一起去画荷花。那你注意安全。都是你们班的，就没有其他班的？爹爹，我觉得您最近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了？您太过关心我了，问得太细致了，一点都不像您。萧景琦生怕萧媛媛知道他派人暗中跟踪他的事。你爹我老了，多问2句还不行？行，您是我爹，您说了算。等我去看看去的都有哪些人，回来给您拟一个名单。可以。他见纪南希看了他一眼，就不敢多说什么了。萧媛媛收拾东西来到荷塘边，今天来画荷花的人有很多，他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云凝深。云凝深被众人围着，大家正在向他请教有关画画的问题。他感觉到有人在看他，于是抬起头来，正好和萧媛媛的目光撞上，四目相对，一时之间彼此的心跳都加速了。云凝深扒开人群，走到萧媛媛面前。你来了。
云大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们先生说让我来教你们画画。郡主，那个位置比较好。萧媛媛抬眸望去，那里地势阴凉，视野开阔，可以看到月湖里开的最好的荷花。可是那里已经有人了。那是我花银子请别人在那里给你占着位置的。萧媛媛闻言，脸颊飞快爬上一抹红霞。过了几个时辰，画画结束，众人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回家。就在这时，萧媛媛发现一个2岁模样的小孩正站在湖边，想要伸手去摘荷花。小孩周围没有大人，她担心小孩掉湖里，又不敢大声喊叫。她悄悄走过去，抱着小孩的时候，小孩一见是陌生人，当即哇哇大哭，手推脚踢的。她一个站立不稳，瞬间向湖里摔去。摔倒之前，她下意识地松开了小孩。哎，有人落水了！云凝山循声望去，就见萧媛媛在水里扑腾扑腾的。萧媛媛不会水，媛媛，云凝山毫不犹豫地跳下水，向萧媛媛游去。萧媛媛不停地挣扎，可是她越挣扎越往下沉得快，渐渐的，她失去了意识，不断地往下坠。此时，云凝山已经游到了萧媛媛身边，他抱起昏迷的萧媛媛就往岸边游。上了岸，他将萧媛媛放在地上。媛媛，云凝山一向镇定的脸上布满了慌张，他连忙吩咐萧媛媛的丫鬟回去禀报纪南溪。他曾见过纪南溪救溺水的人，于是有样学样的按照记中的手法救萧媛媛。过了一会儿，萧媛媛吐出一口水出来。云大哥，媛媛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。是你救了我。云凝山点头，他将萧媛媛扶起来坐着。别怕，我已经让静静去禀报王妃了，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好。就在这时，纪南溪到了。媛媛，你有没有事？有没有受伤？娘，我没事了，您别担心。纪南溪确认小媛媛没事以后，才放下心来。娘，是云大哥救了我。云公子，多谢你救了媛媛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王妃，今天任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相救的。王妃，今天任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相救的。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，你不用感谢我。但是只有你出手了，这个礼你受得起。王妃，您别折煞我了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我为您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都无以回报您的恩情。云凝山当初没有银子读书，是纪南溪帮助他的。他生病连买药的银子都没有，是纪南溪免费给他治病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喜欢萧媛媛，为了萧媛媛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好，那多谢，就当王府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需要王府的地方尽管开口，我先带媛媛回去。好。萧媛媛这边出事了，萧明玉那边也没有闲着，他现在正要和别人打架。他们这边只有他和顾章，对手那边有5、6个人，且都比他们2人大得多。小哭包，我是姐姐，我保护你。一会儿你先跑，回去搬救兵。不用。他默默地站到了萧明玉身前，挑衅地望着眼前比他高出1个头的5、6人。你们是一起上，还是一个一个上？哎，小哭包，你要干啥？我娘说了，打不赢就跑，保命要紧。没事。什么没事啊？你平时连我都打不过，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人？躲到旁边去。顾章没有回答他，对方的领头是个大胖子，他望着顾章，大家一起上，给我打！说完，几人朝顾章涌来。萧明玉当然不会躲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出手帮忙，就见顾章把对手几人全部打倒在地了。还继续打吗？地上几人连爬都爬不起来，哪里还能继续打？顾章回头看着萧明玉那惊讶的表情，忍不住笑了笑。他来到萧明玉面前，又恢复了平日里文质彬彬的样子。明玉，我们打赢了。好你个小哭包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我不是故意的。骗子！平时和我练剑的时候总是输，没有想到你都是装的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不是想赢吗？我是男子汉，当然要让着你，就让你赢了。你骗了我，你还有理了？那你是不是错了？我错了。那你叫我姐姐，你叫我一声姐姐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不喊，你比我大不了多少。那我哥哥也不比你大多少，你为什么要叫他哥哥？因为他本来就是哥哥。小哭包，你叫不叫姐姐？不叫姐姐，我不跟你玩了。顾章一脸倔强，不说话。哼，不叫就不叫，谁稀罕？除了叫姐姐，其他条件我都能答应你。当真？顾章点头。那好，以后你抓到的鸟，倒的鸟蛋，赢的银子，摸的鱼，总之你以后的好东西都归我，你同不同意？同意。哼，好吧，看在你以后的好东西都归我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以后我还跟你一起玩。好。顾章也跟着笑了起来。萧明玉见那几个对手还躺在地上，就上去踢了那大胖子几脚。叫你们欺负人！
叫你们欺负人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哼，以后还敢不敢打小花他们了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回去以后把你们抢小花的东西都还回去，不然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好，回去就还。小花和萧明玉年纪相仿，与自己的哥哥相依为命。他们兄妹和萧明玉是在一起抓鱼时认识的。后来小花兄妹直接不敢来这河里摸鱼了，因为大胖子要抢他们兄妹的东西。萧明玉早就想打抱不平了，这才有了萧明玉和大胖子打架的事。夫君，我想让人去看看张二说的那个叫小花的姑娘，如果品性没有问题，就把她接府里来，和明玉作伴。我都听你的。好，我让兰竹去。今日云宁深救了圆圆，你作何感想？这孩子品性不坏，有勇气，就看看他自己的想法。我是绝对不可能主动上门让他来娶圆圆的。好。第二天，纪南希正在陪萧圆圆说话。王妃，云公子来了。纪南希眉目一抬，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萧圆圆就先开了口。是云大哥吗？是的，郡主。让他进来说话吧。萧圆圆脸上浮现一丝笑意。见过王妃，郡主。云大哥。云公子，请坐。云宁深没有坐下，而是在往自己怀里掏东西。他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堆东西，一一摆在纪南希面前。王妃，这是我老家房子的地契，这是我这些年攒的银两，这是我的传家之宝玲珑玉佩。云宁深看着眼前少得可怜的东西，羞红了脸。王妃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。萧圆圆咬着牙，按道云宁深自尊心这么强，他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吧？而云宁深此时心里一点也不难受，他只是很紧张。王妃，我想娶圆圆，请求您同意。起来说话。云宁深有些手足无措，没有一个人告诉他求亲应该怎么做，他只是本能地认为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有求纪南希，让纪南希看到他的诚意，同意他和萧圆圆的亲事。王妃，我马上就从书院毕业了，毕业以后会进入工部。我算了一下，我省吃俭用，2年以后我就能在京城买一个一进一出的院子，后面我每年的俸禄足以保证我和圆圆的生活。王妃，请你把圆圆嫁给我，我保证我能让她幸福。纪南希看着云宁深，眉目之间透着一股坚忍和正气。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他那一身的气度着实不凡，是个好孩子。云公子，你知道你身上什么最值钱吗？请王妃告知。就是你自己。云宁深闻言又惊又喜，还有满脸感动。他没有想到纪南希给他如此高的评价。但是婚姻大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得看圆圆的心意，还有王爷的意思。圆圆，云大哥，你是因为想对我负责所以才来提亲的吗？云大哥，你是因为想对我负责所以才来提亲的吗？有这个原因，但不完全是。他选择了说实话。萧圆圆有些不高兴了。云宁深一见萧圆圆不高兴了，连忙解释。郡主，昨天那样的情况，人命关天，无论是谁我都会去救的，但是不是我救了谁，我都想对他负责。郡主，你太优秀了，我原本计划的是等我买了宅子，攒够聘礼，然后再来提亲，但是出了昨天的事，别人肯定会议论你，我不想你被别人议论，所以我就把来提亲的计划提前了。郡主，我想娶你的愿望早就有了，我是认真的。萧圆圆听着这深情的告白，心里的不快早已消失不见，她脸上重新浮现出幸福的笑容。她不禁看向纪南希，纪南希一直在认真地观察云宁深的表情，他知道云宁深没有说谎。正在这时，萧景琦从门外进来了，他早就到门口了，将云宁深的话全部都听完了。王爷。萧景琦只点点头。萧圆圆心里有些担心，她担心萧景琦为难云宁深。纪南希看了一眼萧景琦。云公子来求亲，你表个态。我只有一个条件。王爷，您说。以后我女儿犯了任何错，你只管给我送回来，我自己会教育。若你伤害她半分，本王定不轻饶。是，王爷，我一定记住王爷的叮嘱。这成亲的事还早，你们俩都还小，可以先定亲。成亲的事再晚几年。多谢王爷王妃成全，我一定努力，不让圆圆受苦。有萧景琦和纪南希在，萧圆圆怎么也不会受苦，而且她自己还有封地，琴棋书画、医术、刺绣，她都得了纪南希的真传，只是不需要她去赚银子。纪南希和萧景琦没有再多言，他把刚刚云宁深拿出来的那些家当都还给了云宁深，还留他一起吃午饭。原来我已经老了，我们女儿都到了有人提亲的年纪了。是啊，时间好快，我还记得小时候她的样子，软软的，小小一个，抱在怀里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弄疼了她。纪南希回忆过去，有些伤感，又有些幸福。一晃
都成大姑娘了，不过也不怕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，有伴。夫人，过去的事仿佛在昨天，我最近时常想起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我有一天娶了你，一定要和你儿女成双。如今20多年过去，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萧景琦与纪南希相对而坐，他握住纪南希的手，满眼爱意。天哪，王爷，没有看出来啊，那时候你竟然就对我有想法啦。萧景琦看着纪南希那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娇色，忍不住心神荡漾。夫人，你怎么还如此可爱？你说我可爱？我都老了还可爱？你明显在撒谎。萧景琦拉住纪南希的手，将她往怀里一带。我的季姑娘，即便老了，也可爱。秦王，你还是好好说话，我要起鸡皮疙瘩了。不，我就要这样说话。我想这样抱着你一辈子，天天这样和你说话。纪南希打了一个激灵，她看着萧景琦：“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啊？嘴巴甜得腻人。”我能做什么坏事？我不过是想……萧景琦吻上纪南希的唇，纪南希连忙制止他：“这大白天的，被人知道羞死了。”夫人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要给天下人做表率，做一对恩爱的夫妻。纪南希已经挣脱萧景琦的怀抱，站起身来：“恩爱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萧景琦，今晚你是不是想睡书房？”我这就走。纪南希看着他的背影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。他这一生做了无数个正确的决定，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和萧景琦成亲。过了几天，小花来到王府和萧明玉作伴，他的兄长做了萧明朗的随从。顾章很伤感，自从有了小花，萧明玉就不怎么黏着他一起玩了。又过了2年，今天恰好是萧明玉和萧明朗的10岁生日，也是顾章的生日。顾章见到萧明玉时是来告别的。什么？你要走？顾章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顾章一听，萧明玉对他的称呼都变了，他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叫他的名字。我要走了，明玉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去参军。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你答应了我的，要一直陪着我玩，你答应了的。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你答应了我的，要一直陪着我玩，你答应了的。萧明玉在即将满10岁的时候，就主动向纪南希和萧景琦提出，他满了10岁就要去从军，他想去军中历练，他有自己的理想计划。既然萧明朗都要去军中，于是就问了顾一峰要不要把顾章也送去。哪知顾章得知这一消息以后，自己主动和纪南希说他也要去军营历练。我是答应你了的，我说的话依然算话，但是明月，我想去军中历练。萧明玉生气的是，如今顾章要走了，竟然不提前给他讲，他觉得顾章不在意他。在这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委屈极了。骗子！我就不该相信你说的话。你走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明月，走。5年以后我一定回来。他将手中的玉佩塞到萧明玉手里，然后转身就跑了。萧明玉拿着玉佩呆了呆，然后把玉佩放进怀里。谁稀罕等你5年？5年那么久，我早就找到新朋友了。萧明朗和顾章离开了以后，热闹的王府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娘亲，您陪我玩一会儿嘛，就一会儿。我新抓到的意式蝈蝈可好玩了。让小花陪你玩，我要去上课。要是小哭包在就好了。别人在的时候你要欺负他，现在人走了，知道想他啦。萧明朗平时很忙，再说他也不爱玩，所以顾章陪萧明玉的时间最多。我才没有想他。不然我送你去军营，这样你就可以跟顾章弟弟一起玩了。不要不要，军营那么苦，她可是娇滴滴的小女子，她才不去受苦。你不是在家无聊吗？娘送你去，那里有哥哥弟弟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小朋友，到时候大家一起玩，多热闹。娘，您骗我，我去过爹爹的军营，那些哥哥叔叔们整日操练，哪有空玩，我才不去。那就去读书，书院也有小朋友。萧明玉明明记性极好，可就是不愿意看书，一提看书他就各种找借口，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。不读书。你娘我一世英名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贪玩不上进的小东西？让你读书你不去，让你从军你不去，你要做甚？玩。纪南希气得心口疼。娘，您别生气，为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不值得呀。娘，您和爹爹、哥哥、姐姐，你们这么能干，我要是再能干，那我们家谁来享福呢？而且我这么不上进，这么一对比，你们是不是显得特别的有成就感？娘，您难道没有发现，您女儿我还是有点用处的？纪南希更气了，
萧明玉，在。纪南希看着萧明玉那张明媚的笑脸，他的心瞬间就软了下来。罢了，只要萧明玉健康平安快乐，他就满足了。